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前阵子的上海站呢，木易实业选手使用红蓝马尔高打进了16强，并且使用的是以王下七武海为主轴的红蓝马。于是就有小伙伴问我你怎么看这套七武海轴的小马哥？我能怎么看呀？用眼睛看呀！好好说，好好说。首先恭喜木易实业取得了16强的好成绩哈，为白团争光。然后因为其实我并不认识这名选手，也就没有跟他交流过，所以本期呢主要是根据公开出来的构筑，我去进行一个打法模式的推测，然后尝试分析一下七武海轴的优势和劣势，也会和我之前推崇的白团轴呢进行一下对比。没看过我白团那期的小伙伴呢，感兴趣的话可以先看一下我白团那期，构筑我就不在本期特意去讲了，给看过的小伙伴们呢节省下时间。大家看完之后，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构筑哈。毕竟我一直推崇的是没有最完美的构筑，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构筑，适合自己最重要。咱们先来看一下木易实业的这套构筑哈，拉满了大问七武海的质量单卡。几场事件就是最朴实的夜火手枪重力刀，后期大哥是艾斯雷利，山治是带了2，这个我之后去分析。先分析个最简单的，这套构筑中呢，他选择了单挂了3个乔兹，这个乔兹呢相当于是6费解6，还是7000，有边不卡手，是张不错的牌，能帮助马哥去处理很多不愿意用夜火手枪去处理的场面，比如现在绿色的波妮的很多的5费，黄黑路飞的拔雪路飞这一类的。但是为什么在我白团的构筑中没有投入呢？其实是因为在我看来，我的构筑不太缺解，乔兹只是又增加了一种解场的可能性，只能是锦上添花，不能是雪中送炭。但是乔兹在他这套七武海的构筑中呢，是一张雪中送炭的牌了，这就要讲到2套牌思路上的差异了。七武海轴的整体思路呢，是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战场，能不断的给到对方防守上的压力，是个打法思路偏向于前中期的一套构筑。而夜火手枪、重力刀这种虽然解场但不战场的单卡，理论上来说其实不是很契合这套体系，用了多少是有点让节奏了。而乔兹呢，就是又战又解了，是张重要的战解牌，并且附加要求也还算比较低，用个1费配合或者再回收个肾瓶起效果也都还好。下3应该是因为不会老用它来解场，只要关键时刻救个场就行了。可以代替的就是用7费的蓝明哥，虽然是解7费，但是7费还没边卡手，就由大家自行斟酌了。这是我分析下来乔兹的用处哈，也是通过乔兹这张卡讲述了白团轴和七武海轴2个体系最主要的差别了。七武海轴更偏向于打前中期的场面节奏，是个偏前中期的铺场型卡组，不理解的小伙伴别急，我稍后会分析。而白团轴则是一套偏向于打中后期运营的控场资源型卡组，这2套思路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底层运行思路的不同才是这2套体系的最重要的区别。同一个领袖的不同构筑却能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展开体系的不同。先来讲述一下王下七武海体系的展开思路，如果有玩过纯蓝女帝或者纯蓝明哥的朋友，应该一眼就能看明白这套体系的思路是什么了。展开核心单卡就是这张07的肾瓶，登场时从手里交一个其他4费以下的王下七武海，在木易实业的这套构筑里，能和它产生配合的卡一共有24张之多，并且搭配战国和领袖技能，也基本能确保肾瓶的上手率。4费4+4，6费再来个4+4，这压制里大门卡组都是吃不消的。甚至5费时的陆琪想同时接俩4也是基本没有可能的，是前期最有压制力的组合之一了，也是七武海轴前期的主要核心打法思路。并且因为七武海轴会投入关星明哥，先手也能有不错的节奏，这点也是比较不错的，能缓解一定的先手焦虑，这是王海的主要优势。但是肾瓶这套 combo 呢，也有个很明显的缺点亏手。如果你能拉白二世抓1或者拉莫利亚回收墓地的资源的话，可能还好，但是拉其他的基本可以说就是在净亏手了。同时因为王下七武海体系要尽可能的保证自己的前期的铺场节奏，所以你是没有任何时间能去吃炒饭补牌的，这也是构筑里不带炒饭的主要原因。但是缺乏有效的赚资源的手段，资源只会越打越少，并且这几个3、4费的七武海如果不是配合肾瓶被拉出来，基本也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菜。这点咱们看在没有得到狱卒补强的蓝明哥的表现就知道了。在这么一个非常强调生物质量的环境里，七武海体系的这老几位还是有些过于弱小了。因此为了弥补中期的生物质量，我们可以看到选手还是选择投入了山治，并且带上了2个艾斯4个雷利。讲到这里2山治这点其实就很好理解了，本身王海就是超普体系，山治容易卡格子，然后这套体系的打法思路更像是红子罗那种不断拿小公屏去蹭光你手牌的这么个思路，打到后面9000跟7000、8000就是一个意思了，反正都挡不住该吃，所以也就没有特别依赖9+8的将比赛提速的能力。关于雷利和艾斯呢，就是单纯的强，这点没什么好说的。艾斯能速攻
能就是不一样，着重说下3费拉人民歌，虽然跟领袖技能能有不错的配合，但是我认为它更像是一个肾平的下位替代，搭配领袖技能能100%拉人出来，属于纯赚牌。但是一是休息状态叫出来，二是本身登场的第一个回合只能相当于是个5费4000人，平时在手里还没边很卡手，想产生配合至少得6费回合了，下个回合8费大概率要上大哥或者重力刀控场了，很有可能没有机会再开一次技能。不过如果能重复利用的话，还有一线生机，但是如果只能开一次技能的话，可以说是被5费的拉人艾斯完爆了。我认为选手投入主要是为了增加一点小上限，6费时3费下个拉人明哥，领袖技能把肾平放到卡祖顶，明哥把肾平叫出来，肾平效果再叫个120抓1，6费打出一个3+4+4的究极展开，谁看谁摇头。稍微对王下七武海州的马哥做个总结，是个前期通过超扑打压对手资源，中期通过结场事件加艾斯雷利控场，争取通过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在中期快速结束比赛的构筑思路。因此这个构筑思路的优缺点都非常的明显。优点就是因为领袖技能过牌快，超扑 combo 的达成率比较高，很容易在前期打出自己希望的节奏。同时虽然是个前中期的思路，但是后期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9+8 9+7还是环境内足够强力的压场 combo。缺点就是资源续航会有比较大的问题，没什么补充资源和节省资源的手段，资源注定会越打越少。同时红蓝两色之间基本没有什么配合，可以说是在各玩各的，可能打起来会感觉有些怪怪的，有点像这个虽然打法思路更灵活，但是资源要少的女帝。白团轴的构筑我就不单独介绍了哈，白团轴相对于王海有个显著的优势，就是资源要充足一些，除了能有位置携带炒饭，还有就是有4费的阻挡小马哥去节约手牌资源，后期更是能有9费白胡子的7千头护航，都是重要的拖资源的手段。同时这里也给大家推荐几张我虽然没投入，但是实际可以使用的几张白团单卡，一个是水牛，一个是萨奇，也都是符合白团轴马哥运营思路的单卡。水牛的4解4在白团轴里可以视作没有任何代价，萨奇不亏牌的设定也会让人感到非常厌烦，都是可以去尝试投入的。与之相对的，相比于王下七武海体系的前期压力，白团轴的马哥就要逊色很大一截了，基本得到8、9费以后场面才会开始逐步有压力，前期就基本都是偷偷吃早饭顺便占个怪，并且大部分公屏都是在做随从交换，对血量威胁较小，所以也会非常依赖9+8、9+9的制胜手段，也因此整体构筑上不如王下七武海轴灵活。总结下来，王下七武海体系更适合喜欢打前中期节奏，喜欢打法上偏向于进攻的玩家，而白团体系更适合喜欢打运营，喜欢打防守反击的玩家。两套思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但是我相信我们白团人都能有光明的未来。好了，本期的上位构筑的分析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有认识木易实业选手的小伙伴，可以帮我艾特他一下，大家一起交流交流，也正好帮我验证一下我的想法哈。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